欢迎回来。周三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这是一周内中美进行的第二次对话，显示拜登政府或将做出对中美贸易更加积极的决策。新华社消息称，周三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彼此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它不仅局限于经贸层面，而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发现，耶伦呢，当下他所关心的议题，在国内包括这些经济刺激法案、基建法案、就业法案的这些推动，而且包括在国际议题上，那么他非常关心中国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还有这个数字货币政策，还有一些财政支出政策。而耶伦这个明天起，他就要跟这个七国财长举行一个会谈。那么，其实这个会谈，它对于中美双方之间的这种议题的沟通协商，对于这个会谈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会谈之前与中方进行通话，我觉得也是美方一个非常有心的一个考虑和设计。就在6天前的上周四，刘鹤就与美贸易代表戴琪先进行了通话。那次是继2020年8月25日之后，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的首次通话，也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中美经贸领域的首次高层级沟通。新华社当天的通稿称，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外界注意到，时隔6天的2通电话，通稿的最后一句话从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变成了愿意继续保持沟通。同意和愿意一字之差，但词意更为积极。根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安排，中美是1对2的模式，即刘鹤对接的美方官员有2名，分别是贸易代表和财长。周三，刘鹤与耶伦的通话也意味着一轮完整沟通已经进行完毕，外界也高度关注中美双方下一步的动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这个财政部刚好就是来处理这个中美经贸会谈的这样2个部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是拜登政府有意的在对中美关系实施一个总体的管控。那么它同时呢，一方面要兼顾国内鹰派议员的一些反华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呢，有意的想方设法的把中美关系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引导。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知名微信公号陶然笔记分析认为，本次通话基本延续了上周一些特点。由于美方2部门各自分工不同，2次通话各有侧重。在与美贸易代表戴琪的通话中，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在与美财政部长耶伦的通话中，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不仅如此，这次通话更透露出会晤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新华社通稿中提到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多双边领域合作。陶然笔记观察到，务实是理解中美经贸沟通基调的关键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具有很强专业背景，聚焦务实解决问题。比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在美国多个关键经济部门任职，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美联储主席，其行事体现出十分务实的风格。务实意味着耶伦在与中方的沟通中会以十分专业理性的态度去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务实同样也意味着，只要冷静理性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就能发现经贸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这个基本事实。毋庸讳言，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仍然存在分歧，从2次消息稿中都使用彼此关心的问题这一措辞就能看出，双方肯定也有各自关心的问题，对很多问题也有不同看法。陶然笔记最后写道，对于中美这种经济体量的国家而言，在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和不同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找到处理分歧矛盾的办法途径。如果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务实解决问题，无疑是对各方都好的结果。实际上，在最近2次通话中已经透露出同样的基调，务实解决问题最重要，更好地发挥经贸的压舱石作用，是眼下推动中美关系向前的务实举动，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
应该说呢，这一轮对话是一个拜登政府一个通盘考量的一个结果。这个时间点很关键，正好是拜登政府结束100日执政，那么开始擘画新的政治议程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这说明呢，在第二个这个100日之后，那拜登有意的把这个中美经贸问题放在了美国对外事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上，那么来以中美经贸之间的回暖带动中美关系整体的一个回暖。香港明报指出，刘鹤与耶伦和戴琪的通话显示，中美双方都无意将此前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推倒重来，因为这一成果非常重要。该报还指出，与中美外交高官阿拉斯加对话的紧张氛围不同，中美经贸领域负责人的通话却显得波澜不兴，显示双方都有意为此创造氛围。实际上，在美方挑起贸易战的态势下，中美经贸反而进一步深化。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1季度中美经贸进出口双双呈现高速增长，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进口增长57.9%，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有观察指出，对于拜登政府而言，继续在经贸领域跟中国加剧对抗，无异于自加压力，而且不会带来更多政治资本，于情于理不是好选择。毫无疑问，如果说5月27日的对话是一个积极信号，预示着双方正在重启沟通，这第二场对话则让积极信号又多了一个。然而，信号虽然积极，仍需辩证看待、理性分析。全球经济尚未复苏，兼之中美大国竞争的格局，双方持续了3年多的贸易争端不可能在短期内平息。美国两党的政治正确及其他现实问题，也决定了美新一届政府不太可能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甚至不排除美方采用其他非经济手段从旁施压，谋求更多谈判的筹码。经合组织 OECD 周二发报告，调高中国2021年的 GDP 增速预期至 8.5%， 美国的则为 6.9%， 均属全球经济复苏第一方阵。分析指出，这也势必加剧美国与中国展开消极竞争的政策取向。美国会将此前的无尽前沿法案改头换面，包装成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再次进行审议，实际上就是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中美合作设限。为助力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方秉持大国责任担当，承诺向国际提供更多疫苗，并支持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以及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本周多个好消息相继传来，巴基斯坦在中国康希诺公司支持下，首次实现新冠疫苗本地化生产。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供应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的首批疫苗于周一下线。此外，世卫组织周二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The Sinovac Coronavac vaccine has been given WHO emergency use listing after being found to be safe, effective, and quality assured following 2 doses of the inactivated vaccine. Furthermore, the easy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Coronavac make it very suitable for low-resource settings. 科兴董事长尹卫东表示，疫苗在多国开展的3期临床测试和后续的研究，是全球合作科学抗疫的典范，为获得世卫认可奠定坚实科学基础。科兴期待更深入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充分发挥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Aşılamaya devam ettik. Sinovac'la devam ediyoruz şu an. Pfizer için saklama koşullarımız şu an için uygun olmadığından Sinovac'la devam ediyoruz. Junto com nossas familiares, né, que é muito importante essa. Nós estamos na linha de frente, estamos aí sem parar, diuturnamente, correto? E temos que se precaver, né? Nós temos filhos, temos pais, temos mães. 科兴疫苗曾经在巴西、土耳其、印尼等地进行第3期临床测试，显示保护力介乎50%至90%，但近期相关国家实际接种数据显示，疫苗的保护力更高。其中，巴西圣保罗州塞拉纳市4万多人口中约60%人打科兴，结果显示新增有症状感染下降80%，住院人数下降86%，新增死亡病例下降95%。印尼上月也有13万医护人员接种科兴疫苗，预防感染效力达到94%。科兴疫苗被世卫组织列入紧急使用清单后，也被正式纳入世卫主导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成为继国药疫苗后第2款通过世卫组织评审的中国疫苗。
周一，国药集团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疫苗下线。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表示，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有关疫苗和技术路线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提供了更多有力工具，为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可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加强同世卫组织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的交流合作，鼓励更多中方企业同国外合作伙伴开展疫苗联合研发和合作生产等，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助力全球早日战胜疫情。据英国《卫报》日前报道，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严重不均，目前已接种的13亿剂新冠疫苗中，只有1%是在非洲接种的。最近几周，这一比率还一直在下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面临接种问题，该地区仅占世界人口的8%，但占全球新冠死亡病例的30%。如秘鲁等国家，只有大约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报道称，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亚洲和加勒比国家，多个国家面对的不仅是找不到足够疫苗，也包括运输、存储、医疗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要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疫苗接种率不足问题，单是增加疫苗剂量并不足够。分析认为，随着更多种中国疫苗被纳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不仅为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提供便利，同时因为中国疫苗存储及运输条件相对低，也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更大的疫苗可及性。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中国这个提供的这个疫苗呢，无论是在运输啊，这个就接种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中国加入呢，其实是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新的渠道。像世卫组织所发起的那个疫苗供应联盟提供的，那么可以更加公正的稳妥的去分配这个疫苗。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近段时间以来，全球疫情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疫情形势严峻，感染率仍在攀升。5月以来，亚洲平均感染率增幅远高于其他大洲，达30%。10个国家和地区的感染率增幅超100%，其中8个都位于亚洲。中国台湾地区的感染率增幅最大，超600%。老挝、东帝汶的感染率增幅分居第2和第3，均超200%。据粤通社报道，为应对疫情，河内已从上周2中午起禁止餐厅提供堂食服务，并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聚集性活动。胡志明市从本周1起实行为期15天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另外，越南首都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从周2起至下周1暂停国际航班进入。越南的邻国马来西亚也从周2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封锁，以控制近期新冠疫情快速蔓延的势头。首阶段全面封锁于本月1日至14日实施，期间除必要服务部门外，暂停经济和社会活动。此后，如果新增病例呈下降趋势，则实施4周的第2阶段封锁，放开部分活动限制。如果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将恢复实施行动管制令，即在遵守防疫规定前提下放开经济社会活动。中国社科院亚太院大国关系室主任钟飞腾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无论是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还是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来看，中国都应该积极为周边国家的抗疫提供助力和公共产品。印度和东南亚呢，也是全球主要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如果这个2个地区的这个疫情得不到控制，那么显而易见，这个2区的这个生产计划也会延后，那么也会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安全。那么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所谓双循环我们加大这个进口呢，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说，在疫苗问题上，我们去帮助别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呢，对于这个构筑比较稳定的外部的这个环境也是很有利的。事实上，中国疫苗在产能和安全性上都有极大保证。中国疾控中心上周在官网发布我国新冠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监测情况。去年12月15日至今年4月30日，除港澳台地区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5亿剂次，报告预防接种不良反应31434例，其中严重病例188例，报告发生率为每10万剂次0.07例，发生概率在低于1/1000的极其罕见范围以内。目前，中国几大新冠疫苗生产企业中，国药集团年产能将达到30亿剂，科兴已经形成了年产20亿剂以上的生产能力，康希诺生物有望实现7亿剂年产能，智飞生物重组蛋白疫苗预计今年将生产5亿剂，康泰生物灭活疫苗目前设计年产能是2亿剂。
仅这几家已获批新冠疫苗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的中国企业，预期建设的疫苗年产能就超过60亿剂，在满足国人疫苗接种需求之余，还能大量出口。中方已经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3.5亿剂疫苗，包括向8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同时，中方还同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生产，迅速推进疫苗的大规模生产。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全球健康峰会的讲话中，就提出了中方继续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5大新举措，其中就包括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以及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根据早前外交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已同1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转让和合作生产。另据新华社周二报道，在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支持下，巴基斯坦国家卫生研究所日前完成一批康希诺新冠疫苗原液的灌装，共生产超过12万剂疫苗，这是巴首次实现新冠疫苗本地化生产。China supports its vaccine companies in transferring technologies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we have been working and what we witnessed today are exactly the direction pointed ou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在贵阳出席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本次会议由2021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南非外长潘多尔、巴西外长弗兰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出席。与会外长批评将疫情政治化的倾向正在侵袭多边主义体系的基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国家正试图将新冠病毒起源问题政治化，此举对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毫无帮助。王毅在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中表示，今年是金砖国家概念提出20周年，也是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建立15周年。金砖国家要共同擦亮金砖这块金字招牌，为促进全球团结扛起金砖责任，为破解治理赤字提供金砖智慧，为应对共同挑战贡献金砖力量。我们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形成了经贸财经、政治安全、人文交流3轮驱动的架构，打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样板。在疫情冲击之下，金砖国家展现出韧性和活力，保持着合作势头，为我们5国乃至全球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为此，王毅提出4点建议。第一，推进全球团结抗疫，做人类健康的守护者；第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第三，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第四，化解地区冲突对抗，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在推进全球团结抗疫方面，王毅特别强调，全球疫情南升北降，同少数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管制出口不无关系。与此对照的是，金砖成员在本国公民接种疫苗的同时，尽力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3.5亿剂疫苗，这同鼓吹本国优先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提到化解地区冲突对抗时，王毅表示，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事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和各国人民生命健康，日方不能掩耳盗铃，将核废水一排了之。与会外长就当前国际抗疫进行了深入讨论，强调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对有效抗击疫情具有重要作用，指出将疫情政治化的倾向正在侵袭多边主义体系的基石，呼吁加强金砖抗疫合作，设立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支持举办金砖国家疫苗合作研讨会，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金砖国家呢，在这个疫情防控中，我认为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在这个疫苗的这个供应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和中国都研发出了多款有效的这个新冠疫苗。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疫苗的这个当地化生产上，金砖国家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这个巴西啊、印度啊、南非，他们呢都与这个世界上有疫苗研发能力的公司呢合作，在本国实现了这个某种程度上的当地化生产。在满足这个本国需要的同时呢，也为所在地区的这个其他国家
获得疫苗呢提供了这个便利。会晤发表了金砖国家关于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的联合声明和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新闻公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方国家正试图将新冠病毒起源问题政治化，此举对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毫无帮助。Всеми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группу экспертов, которые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назад посетили Китай, посетили Ухан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лабораторию, пообщались со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и. Они вынесли свои оценк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ы, они в открытом доступе имеют открытый характер. Если у кого-то возникаю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то их нужно обсуждать со всеми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рамках Всеми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Попытки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ть нынешнюю ситуацию, конечно же,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拉夫罗夫强调，现在最重要的是协调疫苗分发、疫苗认证、就人员流动方式以及向注射疫苗的人颁发文件等事项达成一致。俄方一直支持尽可能广泛的合作。受疫情冲击，印度经济损失惨重。由于全国超一半的地方政府实施封城令，印度多个制造业支柱产业遭遇严重冲击。在截至今年3月的财年里，印度经济萎缩7.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印度经济今年早些时候本已呈现出加速走出衰退态势，但第二波新冠疫情袭来，正严重挫败印度经济复苏势头。印度斯坦时报在报道中提到，本次会议重点关注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疫苗获取问题。中国和印度外长都没有提及边境争议问题。金砖国家的这个合作，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印双方呢增强交流，然后呢增进互信，在这个为全球的这个治理做贡献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增加了一个双方这个合作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个整体上来说呢，是有利于稳定这个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双边关系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王毅外长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并发布新闻公报，您是如何看？梅西你好，由于防控疫情呢，很多国际交往呢都暂停了，即便是视频会议，不是疫情就是中美对垒，或者呢是美西方无端的围攻中国。但这次金砖外长会议呢，不仅开得好，而且呢出了新闻公报，也就是共同声明，这呢让人眼睛一亮，让人感到呀，国际社会的多边性犹在，国际合作机制并没有被某些自负的大国所阻断。让人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倡导的公平、公正、包容、平等的原则，在推动全球化向前迈进，与某些国家所撺掇的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俱乐部式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虚伪心境呢，形成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健康的、真实的多边化、全球化仍然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新闻公报的开头几点呢，就在讲呢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而合作呢才是多边体系的主旋律。可以说，这全球化对阵俱乐部是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金砖国家的外长们呢，呼吁国际社会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一种新的潮流，值得关注。金砖外长会上，中国敦促日本不得擅排核污水，王毅特别强调不能一排了之。您是如何解读呢？王毅呢是在替天行道。我们知道呀，日本福岛核废水比一般核电厂产生的核废水呢含有的放射性物质，不仅种类更多，而且呢放射性更高。一旦呢排放到太平洋，将会对人体健康和海洋生态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一般的核电厂呢运行的废水，它不会直接呢与燃料芯接触，但是呢因最高等级核事故而产生的福岛核废水所含的放射性物质啊，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经过恰当完全的处理，那就是高浓度的这个核污染水。即便呢像日本所说的加以稀释，那么几十种不同的放射物质仍在那儿，这是消灭不了的。因此呢，当这个日本呢抛出要向太平洋这个排核废水以后啊，这个引起了亚洲国家的声讨和谴责，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民间的人士以及国际环保组织都强烈的抨击这个日本的决定。
王毅呢借金砖外长会议这一国际场合，再一次的重申中国立场。他既是呢为亚洲、为世界负责任，也是扩大环保的声音，别让日本呢干出这个害人害己的蠢事。那应该如何来看待金砖国家外长同声批评疫情政治化呢？印度为什么也对此深表同意？在金砖外长会上呢，中国外长就这个疫情政治化呢做了特别的强调，批评西方势力呢试图重新炒作新冠疫情，并将这个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和把特定国家污名化，呼吁金砖国家和各国呀共同的抵制这种逆流。这一主张呢得到5国外长的认同。那么在新闻公报中呢，明确写道，要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有效抗击疫情，并且呢要通过动员政治支持，提供必要财政投入，加强本地生产，开展技术转让，这个保障平等且可负担的这个获取药品、疫苗、这个医疗产品和设备、诊断和治疗，并且呢提升民众的信心。金砖国家呢还可能建立疫苗研发中心，合作研发疫苗，建立这个早期的预警机制。那么这些做法呢，与某些西方大国的卡拿药的做法呢正好相反，同少数发达国家呢痛击疫苗、管制出口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冠疫情呢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合理杀敌才是当务之急。疫情政治化，特定国家被污名化，不仅呢无助于抗疫，而且呢为抗疫带来的麻烦和障碍就更多。对此呢，这个印度呢也是深有体会。那么在印度疫情严重的时候，美国呢没有给印度支援疫苗，而且呢连生产疫苗的原材料都不给印度，以至于呢死了很多的人。那么到目前为止呀，印度的接种率才达到了3%。他们不是不想打，而是没有。所以呢，印度对金砖国家一致批评疫情政治化表示赞同，并且呢，这个印度的国内也呼吁说呢，要摆脱印度的疫苗紧缺问题。那么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拨通中国的电话。中国疫苗呢是特别适合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呢冷链设备要求不是很高的这些国家来进行投送。那么加上呢，在巴西和印尼的接种效果看呢，已经达到了95%的有效性。那么很可能的情况呢是，这个印度呢将通过金砖机制或者呢是 WHO 机制，那么从中国呢获得疫苗解燃眉之急。现在对各国来说都需要合作抗疫，没有呢比这更紧迫的。那么金砖外长会呢达成的合作抗疫共识，那么也会为这个全球战役呢提供新的出路。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后任助理防长克里斯托夫·迈尔扬言，美国应该积极考虑部署特种部队到台湾。岛内媒体曝光，美国计划派海军陆战队赴台训练台军的地下对抗体系，俗称打游击。发展特种作战能力真的能够帮助台湾逆转两岸军力对比吗？美军近来频打台湾牌，到底有何图谋？施孝伟、施洋点拨关键。前段时间有台军士兵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段有关同在一起训练，美军能喝奶，台军却只能泡奶粉的吐槽，半推半就地暴露了美军秘密赴台训练的冰山一角。事件引发的轩然大波还未平息，台媒又曝光美海军陆战队将赴台训练台军的地下对抗体系，实际上呢就是教台军怎么打游击。还有美国军官称要在台湾部署特种部队，拜登政府打台湾牌变本加厉，中国大陆该如何反制？来看看报道。上周四，主管特战和低烈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被提名人克里斯托夫·迈尔在美国参议院审议他任职资格的听证会上公开声称，美国应该积极考虑部署特种部队到台湾，帮助台军进行非常规作战，以增强台军特种作战战力。台湾联合报周一引述台防务部门的消息来源，报道了一连串美台间的军事交流，包括美军的安全合作旅官兵已经在台湾新竹湖口下基地协助训练台军的联兵旅，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也在与台陆军特战部队做固定的协训操演。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今年也首度派人前往台湾，与台军的特战部队实施专家交流。
报道还称，在汉光37号演习7月实兵操演结束后，美军还将派更多特战部队成员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军特种部队。这个协训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协训，而是针对台湾包含这个特战部队这种战绩战靶。那美国的顾问这几年来汉光演习都看到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们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这个军方，特别是特战部队以及地面部队整体作战这样一个能力此前，美台军事勾连一直比较低调，甚至被列为机密事项，禁止媒体报道。但4月份，一名台军士兵在社交媒体吐槽，相较而言，美军待遇更好，能喝上鲜牛奶，台军只能泡奶粉，无意间暴露了美台联合训练。民进党当局没有对这条新闻进行撤稿处理，美方也没有抗议，岛内舆论纷纷表示蹊跷。另据台媒报道，上周二凌晨，台空军4架 F-16A 战斗机从花莲基地起飞，低调飞往美国亚利桑那州陆克基地执行替代训练任务。这4架 F-16A 涂装还被刻意涂掉，且隐秘地选择在凌晨时间起飞。但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当下，这些行踪都被曝光在网上。观察指，在后任美助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迈尔讲出美国应该积极考虑部署特种部队到台湾后，让原本还遮遮掩掩的美台军事勾连公开化。岛内分析认为，美军密集安排有关协训台军做法，其实就是强化反制解放军闪电战的战备整备。时事评论员杜文龙认为，在美方看来，两岸从兵力规模和武器装备密度来说，台湾是绝对劣势，发展特种作战能力或许可以进行一些弥补。因为特种作战呢规模不大，但是效率极强。例如现在的网络攻击特种袭击包括对机场和港口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这个效果呢有可能比高强度火力打击所形成的这种效果还要强。所以如果能够把这种作战能力进行培养，联合进行特种作战，在相对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在相对有限的战场空间范围内，能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外界注意到，被提名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克里斯托弗·迈尔，主管的就是特种作战，但他竟然直接提出在台湾部署特种部队，也让舆论哗然。有分析认为，迈尔想要的估计就是这一效果，用煽动性的好战言论来证明自己对中国强硬。尤其在全面遏制中国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他就更容易将提名转变为正式任命，利用台湾问题给特种作战部队造势。但真正特种部队能不能进台湾呢？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就是把台湾问题跟特种部队今后的建设连起来，让特种部队的这个地位能够上升，这个蹭热度造势，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而且它明显是在外交和政治上，这个违背了拜登政府对中国做出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听证会上麦克的观点得到其他议员的附和以及进一步建议，美军特种部队应对台军进行地下对抗体系训练。有台媒借机渲染称，一旦解放军登陆，台军特种部队可以留置作战，引入民间，暗中组织训练民间后备军人或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遂行有组织的抵抗，给解放军重创，并等候援军和反攻。但也有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踩台军的战例，将其由正规军贬为游击队，更是对台防务部门此前声称能抵抗多久就抵抗多久的打脸。说明美国根本不相信台军有抵抗能力，只是借此为与台方的军事勾连造势。颇为蹊跷的是，面对美方的贬损，一直强调台湾狠行的蔡政府居然点头哈腰，照单全收。对于美军要帮台军遂行有组织的抵抗，有台湾网友直白地翻译成美军要教授台军打游击。台媒在报道这一新闻时，为自证实力，给出的理由是美军特种部队曾在叙利亚执行过相关任务。对此，有网友问得很犀利：美军在叙利亚是打赢了吗？也有台湾网友调侃，美军在越南被游击战打得丢盔弃甲，如今这是久病成良医了吗？还有台湾网友吐槽，美军在世界各地打仗都是灰头土脸的撤军，要来亲受什么？怎么逃跑吗？那大可不必，这一套台湾很会，蔡英文都演练过很多次了。一直到他2009年撤出伊拉克为止，他在整个伊拉克战场甚至有高达包含这个接近5000名美军的这个阵亡，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日后美军在占领伊拉克之后，在伊拉克所进行的这个绥靖作战，对于这个美军实际造成这个伤亡，甚至于影响到这个后续美国它整个国内的这个政治风气等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美国人在这里是当顾问还干什么？这种介入
我们说的不客气，如果一旦有台湾有事，你就是在那送战俘，就送俘虏。没错，送俘虏完了以后，你美国是更主动还是更被动呢？你是这个特种作战能不能打下去？我说这都是要打很大很大的问号。近日，美国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2022财年总额达75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其中包括将向聚焦于加强印太地区竞争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投资50亿美元。自拜登上台以来，无论是国防预算还是军方高层动向，印太方向显然成为美军经营的重中之重。周二，美国印太司令访问日本，进一步拉拢日本，强化印太合作。第二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首次外访选择了日本。周一，阿奎利诺在东京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联合应对能力和威慑能力，以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拜登上任以来，日本成为其外交的首要目标。3月，拜登政府内阁重要成员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首次外访就前往日本。随后，日本首相菅义伟成为拜登任内接见的首位外国首脑。对于美方的极力拉拢，日本方面多次承诺愿意在印太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外界注意到，就在阿奎利诺访日前夕，美日两军的互动层级显著上升。据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航母伊势号于5月26日至29日在冲绳东部海域与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举行了战术训练。据悉，美军宙斯顿巡洋舰夏洛号和补给舰佩克斯号也参加了训练。第一，日本作为这个第一岛链上最大的一个国家，也是算是美国在印太战略上的第一线。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人在这个印太战略上对日本进行一些合作，被日本人认为呢是一种借力打力他甚至有这种从中渔利的想法。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日本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非常的上心不管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还是巩固日美关系的利益。在美国全球战区划分中，印太战区的责任区域最广，西起非洲东海岸，东至美国西海岸，北起白令海峡，南至南极大陆，囊括了多个热点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台海、南海、南亚和中东等。在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中，印太司令部举足轻重，其编内有近37.5万军人和文职人员，拥有5艘航母、约200艘舰船和近1100架飞机。今年4月底刚刚上任的阿奎利诺现年58岁，此前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曾参与多个重大军事行动，具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同时也是一位对华强硬人士，不仅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还多次拿台海问题说事。阿奎利诺主张持续对台军售，今年3月还公开把台海视为最大关切事项，呼吁强化与盟国及友好国家的合作。阿奎利诺呢，他本人作为这个之前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因此他在这个任职期间，其实对于台海地区的局势，应该说有很多的这个处理的经验，包括说美军他在这个台海地区所谓航行自由、穿越台湾海峡等等的一系列行动都预示着说他可能对这一地区的这个军事介入有非常积极的一个考虑。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印太方向显然成为美国未来最为重视的地区。4月21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对阿奎利诺接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听证会上，阿奎利诺就表示，美国需要增加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大力推进太平洋威慑计划。所谓太平洋威慑计划，来自于美国2014年出台的欧洲威慑计划的启发。过去数年，美国防部已经为该计划投入了220亿美元，用来满足遏制俄罗斯的行动需求，包括增加驻军、演习、预先部署、基础设施和伙伴能力建设。2020年，美国会通过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了太平洋威慑计划，用于提升驻太平洋地区美军的导弹防御能力，升级雷达、卫星等系统，以增强印太地区美军的前沿部署态势。今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2022年至2027年期间增加大约270亿美元的支出，内容包括购置部署新型武器、建造新设施，以及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开展更密切的军事合作等。外界注意到，与专门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计划相比，太平洋威慑计划预算申请多出了50多亿美元。
当地时间上周五，在经过数个月的推迟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2022财年的军费预算，高达7530亿美元，比2021财年增加了1.7%，其中包括将向太平洋威慑计划投资50亿美元。从这份新的预算中可以看出，美国军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目标。美国就从传统的这个岛链战术，就是以这个日本，然后中国台湾，包括这个菲律宾等等的为第一岛链，然后以这个关岛地区为第二岛链，以这样的一个岛链战术，然后借助美军的空军的这个战略侦察机、战略的轰炸机，以及这个海军的航母打击大队，包括它的核潜艇，对中国进行一个多层次的这样一个有弹性的一个一定程度的围堵和战略遏制，然后呢，与此同时加强在这个中国沿海，包括南海、包括东海的这个各种侦察飞行和这个情报探测。除日本外，美方还持续加强与其他盟友之间的联动。6月14日，北约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拜登将赴欧洲参加会议。为了准备这次峰会，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代表于周二召开视频会议，就基本战略等问题展开讨论。议题也包括讨论如何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中国的崛起给北约成员国带来新机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他在讲话中还谈及中国新疆、香港、台湾事务，妄称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北约安全的问题，更以此为借口鼓动北约成员对华强硬。对于此次北约峰会，外界关注的话题还包括拜登如何化解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日前，丹麦国家广播公司爆料称，在2012年至2014年间，美国国安局曾利用丹麦的情报设施对挪威、瑞典、法国和德国的高级官员实施监听监视，其中还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在这个北约组织里面的这个核心地位呢，决定了北约的总体的这个战略方针或者是策略呢，要受美国整体战略的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具体细分来说呢，这个毕竟北约是以这个欧洲国家为主，所以说这些国家在面对这个对华的表态有余，行动不足。至于说这次窃听事件呢，应该来说，美国窃听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政府元首，应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整体上说，这个它的一个大的一个格局并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使它的关系彻底的走向另一方面的分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访问日本，日本首相菅义伟与之会面时声称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你有什么样的分析？美国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在上任之后首次出访就到了日本，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防卫相岸信夫以及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会晤，其核心的议题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将日美同盟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在最近一段时间，日美关系急剧升温。日本首相菅义伟基本改变了前任安倍晋三在卸任之前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了美国，同时将所谓的中国威胁作为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理由，不断的渲染和制造中国威胁论。印太战略在拜登上台之后，也进入了快速战略化的阶段，不但举行了美日澳印四方首脑会晤，而且呢，拜登的外交安全高官是频频的出访印太地区，强化双边以及多边的合作。在其中呢，日美同盟关系是重中之重。我们看到，在最近不到半年时间中，从美国国务卿到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接连造访日本，无疑将日本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柱。阿奎利诺在上任之后，不断的鼓吹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呢，就是要增加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构建围堵中国的军事网络，在未来5年要投入273亿美元。也有美国的议员就认为说，这一计划不但昂贵，而且是适得其反。日美不断炒作中国威胁，阿奎利诺甚至说，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进程不断的逼近，这不过是其前任戴维斯的老调重弹罢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回应说，美国政府一些人陷入了受迫害妄想症，不断的臆测炒作中国威胁，这一结果呢，只能是害人害己，甚至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中国无意威胁和挑战任何国家，但是如果有人威胁和挑战中国，那中国也是别无选择，只能奉陪。
菅义伟上台之后，日本外交政策大幅度的调整，从安倍晋三在中美之间保持均衡的外交呢，全面回到了日美基轴。中日关系也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一方面呢，菅义伟在访美的时候公然提到台海问题，打破了1969年以来中日的默契和共识。另外呢，菅义伟内阁中对华鹰派居多，可以说菅义伟内阁是弱势内阁，外交战略失去了方向感。美国拜登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重中之重，不仅集合印太国家，构筑反华的海洋国家的联盟，同时不断鼓吹北约在印太地区加强介入。欧洲国家的军舰也是频频地进入印太，强化与区域内国家的军事合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声称，中国威胁是北约转型的动力。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敌意。在破解美国的战略压力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反威慑，也需要加强战略传播，增进理解，化解敌意。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军官将到台湾指导台军进行特种作战。五角大楼后任高官也扬言要让美特种军登台。您是如何看？从去年以来，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不断的突破底线，这是值得关注的动向。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进行出售武器、发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将美台军事合作视为以武拒统的靠山，在谋独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呢，从美国对台湾的定位可以看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枚棋子，根本谈不上给台独撑腰，更不可能要所谓的保护台湾。从美台关系的历史就能够看到，美国从来不会允许台湾牵着美国的鼻子走，而只是将台湾作为美国利益的垫脚石。从宏观层面来说，美国不断升级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寻求战略支撑点，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棋子。以台湾目前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承受和承担印太战略支点的角色，也只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炮灰。从微观层面来看呢，美国对台军售既是为了加强印太的军事部署，同时也是为了赚钱。台湾呢，就是花钱给美国当炮灰。对台湾进行所谓的特种作战的训练，不过是在台湾陷入了战火之后，让台湾自己在泥潭中自我挣扎，或者说是让台湾变成两岸同胞的战场。美国可以从中坐收渔翁之利。所谓的特种作战，就是台湾生战之后，台军转入地下，这种鬼话，台湾当局居然还当成了施舍。可以设想，这种设定的场景一旦发生，不仅是两岸关系的困境，也是台湾民众的灾难。而美国呢，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美国、日本不断的炒作两岸关系，将台海变成印太的热点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呢，美日不断的消耗台湾，不费成本将台湾绑到美日的战车上面，同时将台海问题炒热、渲染、鼓吹中国威胁论。对于这一战略态势和美国的意图，我们需要高度的关注，也需要提醒蔡英文当局应该迷途知返了。美国不断升级美台军事关系，制造舆论热点，踩踏两岸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在玩火，而蔡英文当局一不小心就成了火。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